车载三菱炮，高射机枪的方向射箭要按照战备标准。光整齐好看有什么用？整齐好看有什么不好？整齐好看能打仗吗？好看能打仗吗？好看能打仗吗？手放下来，注意力集中。怎么回事？报告副旅长同志，御风营特战排正在组织车辆提防，去指示。特战排排长杨茂林，代理。是，代理排长杨茂林。这车怎么停的？乱七八糟。你们营长呢？报告首长，我们营指挥所在我右后方500米处。把车调整好。左副旅长，我们这么停是按照现地条件展开的战术部署，每辆车都调整了车载武器的射向，分别负责不同方向的警戒。一旦发现敌情，确保能攻、能防、能撤。有敌情观念是对的，但是要分清时间、分清场合。我们营长说，平时把我的话转告你们营长。是。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啊？赶紧调整去。别怪我刚没提醒过你啊。少说两句。杨茂林，你个代理排长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你比谁都清楚，这个位置本该是谁的，对吗？你永远代替不了他，代替不了他的金右脚。这次行动方案的设计漏洞百出，导致了行动没有能按预计完成，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所以正式申请接受组织处分。坐。梁三宝，从小到大，你认过几回错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就是好奇。哦，小时候的不算，就是成年以后，你认过几回错？好像还真没有，因为我从来都没有犯过错。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因为没有人会永远不犯错，即便考虑的再周密，可事实情况它总会发生变化的。要么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呢？问题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密。第一，在出发之前，我确实已经将天气的条件计算进去了，但是我没有考虑到马家河地域的水文和地质的情况，在最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我采用的是今年年初的数据，但是这份数据2周前更新了，我没有发现。第二，在制作计划时，我对御风营各连的日常基础训练成绩进行了统计分析，但是有一些训练成绩是基于模拟训练的，与实战演练之间的误差，我考虑的不够。所以营长也说的对，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参谋。你又说错了，这恰恰说明，你就是一个合格的参谋。我们训练的目的，除了强化技能，还要找到问题，解决问题。除了训练科目的问题，还有我们指战员的问题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你现在就做得很好，这一点，我甘拜下风。还记得第一次跟404旅交手，因为我的固执，中了龙远山的圈套。可即便是惨败，我依然觉得不是我的问题，还认为只是在时间差上略输了一筹，甚至将演习的失败归罪于他人的无能。如果当时我能像你一样直面自己的错误，或许我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。所以梁参谋，我们再来个约定吧。以后在御风营，我们就是对方的镜子，在对方陷入主观判断误区时，提醒对方，将错误发生的几率降到最小，怎么样？好，我答应你。
今天你们2个营的领导都在，我宣布一个决定：外训分队暂时不搞野战化训练，适应情况之后，技术训练和整顿一起进行。我同意。看着我干什么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我坚决服从领导安排，绝不搞特立独行。说这话你不脸红啊？我向领导表态，我有什么可脸红的？好，那你说说看，怎么整顿？按照您的指示，重新调整训练计划。怎么调整？您提醒过我，这步子迈得大，容易扯着胯。事实证明，姜还是老的辣。哎，基础不牢，地动山摇。你要有这个认识，说明你这次的胯没白拉。但是副旅长，这个时间就是战斗力，1个星期搞整顿是不是有点长了？应该1、2天就足够了。然后我们重点开始训练基础科目。你少给我上迷魂药。那磨刀不误砍柴工，先把组训的思想统一了，把作训计划做详细了。那不比你毛人下马，蛮敢胡来抢？副旅长，这索副旅长说的太对了，基础不牢，地动山摇，胯不能白拉。对呀，让你们2个外训队出来，为的就是让你们比学赶帮超。我先问你们2个营，啊，得相互学习，相互进步。副旅长高明，那不如这样吧，半个月后，我们2个营就来一个基础训练大比武，怎么样，姜营长？好，随时奉陪。部队搞竞赛，搞比武，我不反对，但是我再强调一点，全面整顿必须落实。是。哎，姜胜强不招惹你已经是万幸了，你干嘛要招惹他呀？我们出来外训，不就为了提高战斗力吗？飓风营成立这段时间，天天关起门来训练，也不知道练什么绝世武功。那么现成的一个对手，我不拿他练练手，不浪费了？行，你永远都是那么有道理。那你们就继续比，继续斗。本来集团军也是这么安排的，就是让你们掐。恭喜啊，可以正大光明的掐，合理合法的掐了。哼。哼，这都演啥？我就说这个。来文不如一见呐。不是总说御风营的训练有看点、有想法、有创新，这就是他们的创新，是吧？今天的郭子健当着索副旅长的面，直接向我发起挑战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哪儿来的自信。就是，营长，你放心，这次比武保证干掉御风营。这次不是西风压倒东风，就是东风压倒西风，我们就是要踩着御风营夺红旗。对，踩着他们夺得红旗。营长，咱得干他们俩，是不是啊，兄弟们？干他！算什么算？干死！干！御风营虽然在这次拉动中表现拉胯，但是他们的整体素质还是过硬的，我们不能轻敌，明白吗？各连回去之后，迅速组织拉动。这一次，我们要一雪前耻，干翻御风军！听明白了没有？干翻御风军！刚才我们顺道去飓风营侦查了一下，人家的训练热情可比咱们高多了。报告，进来。那个飓风，着什么急呀？慢慢说。飓风营要跟我们排长干架。
陈哥，你是咱们飓风营头号杀手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听说你号称兵王？那都是战友们闹着玩的。啊，虚的。既然没本事，就把尾巴夹紧点，做人不要这么张扬。谭班长，我张扬吗？还不张扬？你把老吴的金右搅毁，还专门调到我们396旅来，就欺负我们396旅没人是吧？你还要怎么着？你是不是真觉得我们396旅侦察兵里面真没有人能治得了你了？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。其实你自己也知道，除了辛志莲以外，整个御风营没有几个人待见你。你知不知道林一虎为什么求爷爷告奶奶的要调整到你的手下？老谭，说什么呢？别听那胡咧咧。林虎，没什么不可告人的。你今天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他，你调到他的手下，就是为老吴去报仇，就是要找机会好好的收拾他。别没个把门的啊！不仗义。放心，兄弟，马上就仗义。怎么着啊，杨茂林？择日不如撞日，咱们两个比划比划吧。谭班长，我知道你身上有功夫，但是我不想动手。不想？还是不敢啊？随你怎么想。行啊，飓风营的兄弟们，大家都听到了，御风营特战排代理排长杨茂林不战而降了。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既然人家认输了，算了，咱就当个屁，把他给放了吧。收队，坦克二，回来。你说对了，我们侦察班是和他杨茂林有过节，但是那是我们兄弟间的家务事儿，你别忘了。现在咱们是对手，情况不一样了。我说林一虎，你在这滋个什么毛？如果杨茂林现在还在404旅，我跟你一起打他。但是杨茂林现在是御风营的人，还是我林一虎的顶头上司，你当着我们的面羞辱我的排长，就是不行。不行！林一虎，你要打抱不平？你们俩打擂，我不凑热闹。那你要干嘛？我今天站出来，就是要告诉杨茂林，他代表的是御风营，他身后站着的是他御风营的击败兄弟。对。御风营侦察班林一虎，还有我侦察班丁少龙，侦察班许传祥，御风营马上成。郭小云，还有我，健康班班长侯夏飞，杨排长，给他们见识下兵王的厉害。对，让他们见识一下兵王的厉害。林一虎，你还是我同学，杨茂林那点破事儿，还不都是你告诉我的吗？是我说的。咱们老同学归老同学，战友归战友，两码事儿。我这辈子可能和杨茂林成不了朋友了，但是上了战场，我敢替他挡子弹，我这条命都给他。行，算你有理。既然这样，杨茂林，咱们两个也就没什么可说的，露两手吧。杨茂林，你记住，你不是一个人，还有我们，还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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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是御风营和巨风营的2个战士在切磋武艺。安排长，连长，安排长，连长。受伤了怎么办？你们怎么不盯着呢？郭营长和江营长都在现场，没事。郭营长，咱们2个营的骨干要切磋一下，你怎么看？切磋交流，好事啊！好。坦克杨宝林，到到。现在2个营的军事主官都在这儿，你们的切磋请求我们同意了，但是不能影响明天的训练。明白。杨宝林，厂子外头的事儿解决完了，厂子里的事儿就交给你了。明白。谁跟谁切磋呢？御风营的杨茂林和巨风营的坦克。杨茂林呐，哎呀，这个家伙，这小子典型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大家给他取了个绰号，叫平头哥。啊，没错，平头哥，就是非洲的一种动物，蜜獾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逮谁跟谁干那个吗？个头不大，就敢挑战狮子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行了，忙着去。是。郭营长，这不公平吧？耍无赖！平头哥，加油！杨排长，加油！平头哥，加油！不好意思，兵不厌诈，这么点小伎俩你也中招？我看你这兵王当得也不咋地。是我的错，刚才把你当战友了。战场上哪来的战友？全是对手。乐什么乐？有那么可乐吗？都是战友，下手那么重，这是对你的惩罚，知道错了吧？郭营长，我看出来了，你们这个杨排长吧，不会演戏，你呀，演的也不咋地。坦克，到，没事吧？营长，对不起，我输了。没什么输不输的，切磋嘛，对不对？来日方长。举步营，各入单位。举步营，都有。笨死你算了，就知道打架，演个戏都不会。这以后要是给你派个潜伏任务怎么办？郭营长，这杨排长帮我们打赢擂台赛，怎么着也算个英雄。我们不能这么对英雄吧？就是啊，好母子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我们班长说的对，杨茂林今天是我们御风营的英雄。对待英雄应该怎么办？有礼！那还不动手？这个杨茂林总算没有辜负吴东升。吴班长，你知道杨茂林为什么来396旅吗？吴东升让他来的。
他答应了吴东升，要把他没走完的路继续走下去。他甚至还写了血书。玉虎，老吴出事儿，他比谁都难受。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对吴东升的承诺。营长，这些话怎么不早点说呢？我不说，就是希望杨茂林能够用自己的能力赢得大家的信任。林一虎，谢谢。行了，别多想，我刚才帮你没存私心，所以我才敬你。这也是之前吴班长给我讲的。少在我面前提的。好，不提。都是命。行了。咱们俩的事儿翻篇了，但是吴班长的意外，虽然他嘴上不怪你，我自己心里还没完全过去。道理我都懂，但是我这个人，还就偏偏爱认自己这个死理儿。我理解。杨排长。你怎么开车呢？董振国，你什么个意思啊？你这步战车不是猛冲就是蛇形18弯，你让我们怎么配合？你懂不懂什么叫战术配合？你少在我面前装大头鬼！这种配合是典型的坦克引导步兵冲击，那多么经典的理论呐！我只是转换一下，不行啊！我告诉你，突击炮车有突击炮车自身的规律。来的时候你净说好听的，还生怕我抢了你的风头，没想到你小子搞了半天全是老黄历。幸亏我今天找的是3位老车长驾驶，否则一定出事儿。行了行了，别说那么可怕，这事就这么算了。改天我请你吃饭。还吃饭？都差点煮上了，你还吃饭？这不还没撞上呢吗？煮上了你。什么情况？是不是？我的个乖乖！
你俩干什么呢？闹着玩呢！两个连长在，差一点出这么大事故。我当兵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见你们这么训练，你们干什么？逃跑啊！我们这是演练新战法，刚开始合成，会有点不稳定。你少跟我扯淡！我这都是新配发的装备，万一损坏了，谁来负责？副旅长，郭子健，来，你看看，好好看看。废话不多说，从现在开始停训1天，不，3天，营连排班，逐级排查，寻找事故苗头，制定对策，深度整改。是。你们每个人写出自己心得，包括你。是。营长，不好意思，想吃口热豆腐，我有点心太急了。你们是真能给我添乱呢，啊？那现在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回去重新写训练规划，写好马上交给我。是。把车开回去。瞧你做的好事儿。报告，进。怎么了？营长，所有合成演练全部暂停，接受整顿。为什么？玉凤英2个连队演练新战法，撒着欢儿的跑，差点没把全新装备的突击炮车撞个正着，这恰恰被索副旅长撞见了。郭子健啊，郭子健，你这个毛手毛脚的毛病啊，得改改了。副旅长，我说怎么在机关找不着您呢？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找我有事啊？是这样，昨晚董振国和高鹏熬了一个通宵，把第1阶段的训练计划做出来了，请您做批示。知道墨菲定律吗？知道。哦。你们是不是以为我满脑子都是安全、安全2个字？我实话告诉你们，我是军事干部出身，我不赞成把安全工作无限放大，更反对说为了保障安全而牺牲战斗力。但是，它不等于我要放弃对原则的坚守。安全不是中心，但是安全一旦出了问题，那会左右重心，影响中心的。副旅长说的是。你们以为把这作训方案改了之后，就不会发生事故了？我实话告诉你们，根本不可能。墨菲定律是外国人总结的，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，多了去了。我就跟你说句心窝子的话，昨天晚上我是1宿没合眼的，我只要一闭上眼睛，我就看到2辆崭新的装甲。不整顿行吗？感谢副旅长的一片苦心，我知道您也是为我们好。可是副旅长，这训练任务本身就是一项接近实战的高风险行动。合着刚才我说了半天白说了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放眼全球任何一个国家，只要是实战能力强的军队，就一定是训练中事故率最高的那一支。那昨天发生的事儿，我得表扬你呗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郭子健，今天要是换个人在这跟我办事，我还能接受，我心里能好受一点。但是你，我的个娘啊，
你心里就没数吗？副旅长，您这话我就不理解了。我以实战要求训练部队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你非得再出几个像吴东升那样的事儿，你才成熟吗？来了，到，走，是。营长，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整顿。宣传工作是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目前媒体对我们的新质合成力量非常的感兴趣。这以前这帮记者牛气大了，现在主动跑过来给我们脸上贴金，所以一定要汇报好，接待好。是。首长，这个出名挂号，它不一定是好事儿啊。事物都有两面性，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，对不对？不能因为你不喜欢出名挂号，就对新闻宣传抱有成见吧？首长说的是，但是我觉得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就开始舆论造势，那到时候如果价值魔方价值不大，甚至是失去价值，我们怎么自圆其说呀？新闻工作的规律就是要报道新鲜事物，至于这个新鲜事物往什么地方发展，发展成什么结果，谁都左右不了。你怎么能把这两者挂上钩呢？你这个认知水平需要提高啊！我就是拧不过这劲儿，拧不过这个劲儿，说明你的心里边有很多自我的东西。当然了，宣传什么，我们可以提要求、讲纪律，但是不能因此我们就一口回绝，甚至是消极对待，都不是解决之道。那这么说，首长对这件事是支持的？你小子少给我下套啊！不敢。这是上级给过来的指示，当然要执行了。好了，基本的原则我已经讲清楚了，具体情况你看着办吧。保证完成任务。报告首长，我保留个人意见。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候。梁军啊，一个郭子健已经够我烦的了，你说你到了396旅之后，怎么也变成了这副德行？报告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得快。整顿的事儿，就先这么定吧。我去特战排安排他们训练。你一个营长，特战排训练你盯那么紧干嘛？你赶快收拾收拾，跟我去接受采访。采访有你在就行了。外训到现在一次实战合练都不让搞，让我说什么呀？我有什么可说的？采访的事光我一个人去不行，你看看他这态度，郭子健。杨参谋，那你跟我一块儿。夏老人，那就拜托了。胡参谋，你干嘛去啊？哦，我去个厕所。哎，那你快点回来。许旅长去集团军开会之前特意交代，说这次采访就是冲着御风营来的，主题呢就是围绕先行营的建设，而且还说梁副军长会亲自过来，让我们务必搞好接待工作。郭子健人呢？在安排特战排训练。这个家伙，工作分不清轻重缓急。哎，王爷，哎，一会儿记者们来了，热情点啊！是，别老嘟噜个脸，是吧，海天？那当然，时刻准备着。哎呀，欢迎欢迎啊！各位辛苦了。哎呦，罗记者久仰大名，我是396旅的副旅长索建安，今天负责接待大家。目前呢，这个采访工作都已经安排好了啊。
哦，首长来了。首长，记者已经到了。罗记者，啊，哎呀，欢迎欢迎欢迎！我没来晚吧？啊，又见面了。我看到名单上有你，特意赶过来。有你在我心里就踏实了。这次我们宣传活动的深度、广度还有力度都会不一样。您给我讲了。走吧，好，陪你们进去。好，请。班长，咱们整这有什么用啊？把这边弄得跟镜子一样，打仗有用吗？行了，东方，内务是对一个战士的综合磨练，只有长期坚持，你在战场上才能保持这种韧性。臭小子，跟你道理说多少遍，你不开窍？这种窍我一辈子也开不了。行了，都少说2句。有这闲工夫，再把帐篷两侧的排水沟整理整理。排长，你不憋屈吗？哎，咱们就说这么好的天气，这么好的环境，这么好的训练场地，我们呢？我们在这不是整备就是接待，有什么用啊？哎，不是接待，是记者采访。这可是咱们御风营亮相的好机会。亮相亮什么相？有什么好亮相的？记者来采访什么呀？采访这地，啥也拍不着。这种牢骚以后少发，说多了，除了影响你自己，连身边的战友也跟着消极。营长，这件事以后谁也不许再提。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别成天对上级领导的指示说3道4。是。一半人训练，一半人整理，1小时1轮换。太好了。静态训练，在宿舍里。那也行。小鱼、程程，拎器材，走。营长，我想跟你单独谈谈。你这2天有点不正常。哪儿不正常？哪儿都不正常。是不是因为那天索副旅长跟你说了吴东胜的事儿？董振国跟你说的。同志们都很关心你。别听他瞎说，我没事。我认为有一些事情说出来会比一个人承受更好。怎么，梁参谋要改行当心理医生了？我们是战友，如果在战时，是可以把后背托付给对方的人。如果你因为一些心理因素影响了自己作为指挥员的判断，那么我同样也要承担你所带来的一切后果。所以你的问题，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问题，而是关系到整个御风营的问题。还是说你觉得我不值得你信任？罗记者，哎，这个演习场你没来过吧？对。首长，这边请。这是我们野外的驻营地。营长，我们的价值魔方才刚刚开始建立，如果你现在什么价值魔方？根本就是一堆转不动的铁疙瘩。郭子健，没错，价值魔方是你提出来的，但是我们在一起经过了那么多的研究和论证，你现在这么说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。可这样的御风营，难道就是我们真正想要看到的新式作战力量的样子吗？部队好不容易拉出来，一次实操合练都不让搞，天天讲安全讲整顿，材料方案交了一大堆，就是没有一点进展。但是注意安全的问题并没有错。我当然知道没有错。吴东胜的事儿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哪个战士不是爹妈生的？
都是我一步一步看着成长起来的。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有事儿，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。而如果真想发展新式力量，想提高部队战斗力，不加快步伐练兵又能怎么办？没错，我们现在是和平年代，可战争不会等你准备好了才来，也许是明天，也许是今天。要有意思。